回到长安的董卓会如何处理朝政？他为什么会被吕布给杀害了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诛杀董卓及貂蝉的历史真相。191年4月，董卓来到了长安城外。虽然他在洛阳被孙坚打得狼狈不堪，但回到长安后依然是神采飞扬。文武大臣们早已等候在城外，用盛大的仪式迎接他的到来，包括此时的御史中丞皇甫嵩。董卓为了羞辱皇甫嵩，故意让他跪着迎接，还用言语挖苦了他。之后，他坐着干摩车，神气十足地进入了长安城。从此，长安便不再安宁了。2个月之前，他让汉献帝加封他为太师。太师这个官名最早起源于商朝，到周朝的时候进一步完善，组成了最早的3公，即太师、太傅和太保。秦朝的时候被废止，汉朝又重新开始启用，与3公的地位相当，但不具有实际的职权，大多只是心腹大臣的家衔。后来又称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，都是太子的老师。老师去世后，一般也不再补充，所以很多时候这3个职位不是一直有人担任的。可见董卓作为相国还是不满足，又加封为太师。他就是除了皇帝暂时还不敢当，从古到今最大的官他都想当个遍。之后他将弟弟董民封为左将军，侄子董黄封为中军校尉，其他的宗族子弟也都入朝为官，董氏家族开始权倾朝野。接着他要改革币制，他下令废除了五铢钱，改用重新铸造的小钱。可是这种小钱的制作非常粗糙，百姓们不愿意使用，还在偷偷地使用五铢钱。董卓大怒，立即让司隶校尉去抓捕不听话的百姓，最终导致冤假错案频发，物价飞涨，市场混乱，而他自己则富得流油。他把搜刮来的财宝都送往自己的封地眉县，即今天的宝鸡市眉县，在这里专门建了一座物堡，城高7丈，董卓的亲族和直系军官都居住其中。里面除了存放珍宝和财物外，还有大量的粮草，足够30年之用。他自己曾自豪地说，如果能平定关东，那我就可以雄踞天下，即使最后失败了，我也可以守着眉物，安稳地度过此生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长安城的东边给自己修了一座堡垒，所有大臣都需要到他的太师府商议朝政。他对大臣们的态度极为傲慢，大臣拜见董卓都需要下车跪拜，而董卓则不需要回礼，下属稍有言语冒犯，就有可能被他当场处死。10月，他指使人诬告张温，说他与袁术勾结，随后张温就在长安城的集市上被活活地鞭打而死。满朝文武都对他敢怒不敢言，可是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何虞和郑泰等人对董卓不满，他们采用荀攸的计谋，说服了董卓亲近的越骑校尉伍孚，让他去刺杀董卓。然而伍孚刺杀失败后当场遇害，董卓便开始彻查凶手。最终何虞和荀攸被关入大牢，郑泰和华歆等人则逃出长安城，投奔了袁术。从此之后，董卓变得更加暴躁和多疑，连他最为亲近的义子吕布也不例外，经常醉酒后辱骂吕布。有一次竟然将一把戟扔向了吕布，幸亏吕布身手敏捷躲了过去，要不然就当场毙命了。吕布连忙跪下道歉，董卓方才消了怒气。可董卓的气消了，吕布的心却揪起来了。原因是他早就和董卓的一个婢女私通了，他担心此事是不是已经暴露，被董卓给察觉到了，那样的话他就必死无疑了。所以吕布变得惶恐不安。由于司徒王允一直厚待吕布，于是有一次吕布就将董卓差点杀了他的事告诉了王允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王允表面上对董卓极为恭顺，深得董卓的信任，其实暗地里却一直与师孙瑞和杨赞等人谋划着刺杀董卓。于是吕布的这次诉苦立即就让王允抓住了机会，他开始试探吕布，并将刺杀董卓的计划全盘托出，希望他能做内应，共同诛杀董卓。吕布有些犹豫，说他和董卓毕竟是父子，不好下手啊。王允却告诉他，他姓董，将军你姓吕，又不是亲生骨肉，何况你现在应该是保命要紧，他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谈什么父子之情呢？于是吕布被王允说动，准备诛杀董卓。
而且此时正是刺杀董卓的绝佳时机。董卓的将领们董越和张继驻守在弘农，即今天河南灵宝市东北的黄河沿岸，负责阻挡孙坚。牛辅、李傕、郭汜等人则领兵出征关东，劫掠粮草去了。他的弟弟董民和侄子董黄等人则驻守在眉坞，所以长安城里最为信任的人就只剩下吕布了。192年4月，在王允的策划下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一天，汉献帝大病初愈，召集群臣在未央宫议事，董卓一定会来参加。于是王允让师孙瑞提前写好诏书交给吕布，让骑都尉李肃以及秦毅和陈魏等10多名勇士伪装成宫门卫士，手持长戟，在北邺门等候董卓。邺门指的是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，大臣们进殿只能走邺门。董卓收到消息后，便准备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，可刚出发，马匹就突然受惊，将董卓摔到了地上，浑身都是泥土。他只能返回家去更换衣服。这时他的少妻劝阻他说，这不是个好征兆，你最好还是别去了。可董卓觉得长安城里还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，何况还有吕布保护他呢，所以就没有听从。但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在朝服的下面穿上了铠甲。然后他再次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。当他来到北邺门外的时候，李肃等人突然手持长戟冲了出来，刺向董卓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董卓在朝服之内竟然还穿着厚厚的铠甲，根本刺不进去，只是刺伤了他的手臂。董卓大惊，连忙呼叫吕布。这时只见吕布缓缓走到董卓的对面，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诏书，告诉董卓，我可是奉旨讨贼的哦。说完，吕布便和众人一起当场斩杀了董卓。至此，董卓终于走完了他这罪恶的一生。董卓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，长安城立即就沸腾了起来。士兵们高呼万岁，百姓们载歌载舞，有些人甚至来不及回家取钱，立即当掉身上的珠宝换成酒肉，开始大肆的庆祝。接着黄甫松也率军出发了，他要前往董卓的封地眉县，去攻打驻守在眉坞的董民和董黄。最终董氏全族被诛杀，眉坞里珍藏的2、3万斤金、8、9万金银以及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粮草全部收归了朝廷。董卓的尸体也被拖到长安城当街示众。由于当时天气炎热，董卓肥胖的尸体竟然开始晒得流油了。手势力找来一根灯芯，插入了董卓的肚脐眼，点燃起来后竟然光明达曙，如是今日。然而用董卓的身体燃烧的这盏灯，虽然烧灭了董卓，却并没有照亮大汉王朝的黑夜。长安城里狂欢的老百姓更不会想到，董卓的死并不会换来太平，相反，更加混乱的局面才刚刚开始。讲到这里，或许很多人会有疑问，怎么没讲貂蝉呢？貂蝉与西施、王昭君、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。可她与另外3位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她并不是历史真实人物，而是虚构出来的。她最早出现于元代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这是一本讲述民间传说的书。她是这样介绍的：貂蝉姓任，名叫貂蝉，是吕布的原配妻子，因为战乱才与吕布失散，然后才成为司徒王允的义女。后来的元杂剧《夺戟》则介绍她姓任，名叫洪昌，因为进入宫廷后掌管貂蝉官，所以称她为貂蝉。在后来的元杂剧《连环计》给她补充了家庭情况，说她的父亲名叫任昂，家住在滨州九原县的木耳村，即现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南3公里的木之村。到了元末明初，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正式推出了《三国演义》版的貂蝉形象，被大众所熟知。因此在正史中并没有貂蝉的记载，董卓的死也和他无关。不管怎样，董卓已除，王允和吕布成为了最大的英雄。王允被任命为录尚书事，掌管朝政；吕布被拜为奋威将军，封为温侯，共掌朝政。那么王允是如何执政，又是如何安抚董卓旧部的？董卓的部将们会俯首称臣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曹操正在攻打陶谦和刘备的时候，突然后院起火，陈宫和张邈竟然背叛了他，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那么陈宫和张邈为何要背叛曹操？吕布又是如何来到兖州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
吕布四处奔波，及荀彧和程昱固守三县。192年6月，李傕和郭汜攻入长安城后，吕布仅率领数百骑兵逃走，他们一路冲出武关，来到了南阳郡，投靠了袁术。由于董卓是袁氏灭族的仇人，而吕布刺杀了董卓，算是给袁氏报了仇，因此袁术对他还是格外的厚待。然而吕布仗着对袁氏有恩，放纵士兵胡作非为，在南阳郡大肆劫掠，引起了袁术的极大不满。吕布见袁术对他态度有变，深感不安，便带领属下离开了南阳郡，去往河内郡投靠张扬去了。张扬和吕布都是滨州人，之前还都是滨州刺史丁原的部下，因此算是老相识。可此时李傕到处悬赏吕布，张扬的部下都想杀掉吕布领赏。吕布得知后对张扬说：“我们都是滨州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功劳其实不会太大，不如你把我活着献给李傕，那么李傕一定会给你加官进爵的。”吕布自从刺杀了董卓后，名扬四海，他如此放低姿态地对待张扬，让张扬非常的感动，因此他表面上答应着李傕，可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吕布。可吕布还是有些担心，决定离开河内郡，继续北上，前往冀州去投靠袁绍。此时袁绍正在和黑山军的张飞燕交战，张飞燕的骑兵很难对付，袁绍便派吕布前去挑战。吕布带着他的数百名骑兵出战，面对黑山军的数千精骑，他们毫不惧怕，并且率军反复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最后在袁绍大军的配合下，成功的击退了黑山军，袁绍非常的开心。然而没多久，吕布兵匪的本性又暴露了，他再次放纵士兵四处劫掠，极大的影响了袁绍的声誉，而且吕布还提出了扩军的想法。袁绍这才发现吕布就是一匹喂不熟的狼，于是便对他起了杀心。吕布也敏锐地嗅到了袁绍的敌意，便请求袁绍让他前往洛阳。袁绍假装答应吕布，还任命他为司隶校尉。临行前，袁绍安排了30名甲士，以送行的名义准备刺杀吕布。吕布没有推辞，安排他们住在自己的营帐里歇息，他自己则在军帐中饮酒，并让人鼓筝助兴，一晚上争声不断。半夜时分，30名甲士冲入军帐，准备刺杀吕布，结果吕布早已逃走了。他离开冀州后，准备再次投奔张扬。路过陈留郡的时候，他顺路去拜访了陈留太守张邈。张邈是曹操的至交，曹操第一次征伐陶谦的时候，对家人说：“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就去投靠张邈。”可见曹操是何等的信任他。张邈字孟卓，东平寿张人，即今天山东东平县人。袁绍被推举为盟主，讨伐董卓的时候，作为陈留太守的张邈便是众诸侯之一。他非常看不惯袁绍的傲慢，便经常直言责备，这让袁绍很不爽，就让曹操去杀了张邈。可曹操没有听从，还责备袁绍说：“张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应该同仇敌忾，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呢？”张邈得知此事后，非常的感激曹操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的亲密了。由此，他和吕布便都成了袁绍的敌人，两人见面后不免惺惺相惜了起来。临行前，两人还牵手盟誓，结为了知己。随后，吕布便前往河内郡，投靠了张扬。可是吕布走后，张邈不免有些担心，他和吕布结盟，定会招来袁绍的不满。尽管他和曹操是盟友，可是此时曹操正在攻打陶谦，兖州空虚，袁绍要是借机来攻打他，那么他必定会失败。正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，陈宫竟然找到他，说服他背叛曹操。陈宫字公台，东郡武阳人，即今天山东参县人。他足智多谋，与海内的名士交往甚密。当年兖州刺史刘岱征讨黄巾军战死后，兖州群龙无首，陈宫立即说服刘岱的旧部归附曹操，并和济北相鲍信等人共同推举曹操为兖州刺史。从此他便成为了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。那么他为何要背叛曹操呢？一方面，曹操打败黄巾军后，将几十万的黄巾军改造为自己的青州兵，然后他便将这些士兵及其家人都安置在了兖州，分给他们大量的土地，此举严重地损害了兖州贵族们的利益。
其次，曹操重用荀彧和程昱等人，而对于兖州的名士，则不但不重用，还打压他们，比如边让。边让，字文礼，是陈留郡郡沂县人，即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人。他是与孔融齐名的汉末名士，深受兖州士大夫们的敬仰。他曾出任过九江太守，之后弃官回乡隐居。他非常看不起阉宦之后的曹操，并经常挖苦和讽刺他，这让曹操非常的恼怒，就命令郡中的官员把边让给杀害了。此举再次引起了兖州士大夫们的不满。紧接着，曹操在徐州的屠城行为又给他们的心理增加了一层阴影。于是陈宫便代表兖州的士大夫们，决定联合张邈、张邈的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以及许嗣、王凯等人背叛曹操。他对张邈说：“如今群雄并起，你拥有10万兵马，足以做个人中豪杰，何必要受曹操的控制呢？现在兖州空虚，吕布善战无敌，如果能将他迎来占据兖州，那么我们便有了纵横四海的大好良机。”张邈也觉得曹操与袁绍的关系要好，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听从袁绍，杀了自己。而吕布与袁绍是死敌，如果能迎来吕布，不仅可以解除袁曹之盟的危机，还能挥兵纵横，与袁绍对抗。就这样，他们一拍即合，决定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有了陈宫和张邈的牵头，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，吕布则顺势从河内郡来到了东郡的治所濮阳。此时，荀彧和程昱驻守在鄄城。荀彧，字文若，颍川郡颍阴县人，即今天河南许昌人。年少时，何虞就称赞他有王佐之才，长大后被举孝廉，任命为守宫令。董卓执政后弃官归乡，率领宗族避难于冀州，被袁绍代为上宾。但他觉得袁绍难成大事，转而投奔了曹操，被曹操任命为司马。程昱，字仲德，兖州东阿人，即今天山东省东阿县人。刘岱为兖州刺史的时候，拜他为骑都尉，但程昱以身体有病，推辞不就。曹操到达兖州后，请程昱出山，程昱立即就答应了。张邈为了稳住他俩，派人告诉荀彧说，吕布是来帮助曹操攻打陶谦的，请你们赶快为他供应粮草。可荀彧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计谋，立即命令军队加强防守，并让东郡太守夏侯惇率军赶回鄄城。此时鄄城里也有叛军响应陈宫，准备在城中集结叛乱。夏侯惇到达后，立即将叛军诛杀，鄄城才得以安宁。第二天，豫州刺史郭贡率领着数万人兵临城下，要求和荀彧会面。此时的官员比较混乱，朝廷一套，州郡一套。之前陶谦已经上表朝廷，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了，可此时却又出现了个豫州刺史。荀彧得知后准备出城，夏侯惇连忙阻拦说，对方意图不明，万一要是出现不测，可如何是好？可荀彧却说，郭贡和张邈他们素无来往，此次前来不过是来打探虚实的。如果我此时前去游说，他可能会保持中立；如果我不去，反而显得我们心虚，他就会因为恼怒而与我们为敌。于是荀彧便镇定自若地来到了郭贡的军营。郭贡见荀彧面色如初，毫无惧意，认为鄄城定是做好了防守，不易攻破，随后便引兵退走了。郭贡虽然走了，可兖州的情况并不乐观。各郡县已经进归吕布，除了鄄城外，只剩下范县和东阿还没有收到响应吕布的消息。可就在这时，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，陈宫准备亲率大军去攻打东阿，派范蠡去攻打范县。如果这两座城池不保，那么鄄城就彻底沦为了孤城，距离城破也就不远了。于是荀彧连忙找来程昱，让他前去防守。程昱本就是东阿人，他离开鄄城后，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范县。此时范县的县令靳允已经有了动摇之意，原因是吕布已经将他的家人全都给抓走，扣为人质了。程昱告诉靳允，吕布粗鲁少亲，刚而无礼，就是个匹夫，陈宫等人也不过是利用他的勇猛，并不会尽心地辅佐他，所以他们必然无所成就。而曹公智略过人，是代天所授。你要是从了吕布，可以暂时保住老母以及妻儿，但吕布迟早会被曹公打败，到时候难免会玉石俱焚啊。
如果你能守住范县，我去守住东阿，那么我们定会建立战国时期的田单之功。纪允听完后含泪表示，他将誓死保卫范县，定不敢与曹公有二心。稳住范县后，程昱又立即派人封锁了仓亭津。黄河在这一带是东北走向，濮阳、鄄城、范城、东阿都在黄河以南。只要鄄城没有拿下，陈宫就不敢从南岸绕过鄄城去攻打东阿，他们只能从濮阳北渡，从黄河北岸前行，再从仓亭津渡河，才能去攻打东阿。于是程昱堵住这个渡口，就可以延缓陈宫的进军速度。借着这个时间差，他抢先到达了东阿。东阿先令早知抵挡意识很强，他早已做好了守城的准备，这让程昱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在荀彧和程昱的坚守下，终于将鄄城、范县和东阿连接起来，并防守了下来，等待着曹操回军救援。那么曹操回来后能够打败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